新天鹅堡秘史。参观新天鹅城堡，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位浪漫而在梦幻中度过一生的君王，那就是巴伐利亚王国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而这一切都开始于旧天鹅堡。路德维希王子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国王在这里重建了一座中世纪晚期的城堡，将其变成了一个舒适的家。皇室一家人经常在这里度过夏季。旧天鹅堡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奇妙的地方，里面有所有的角落和缝隙，还有喷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童年消磨时光的地方。时间在这里彷佛静止了，一切都犹如中古世纪一般，没有改变。而在旧天鹅堡的顶楼，就是路德维希和他的弟弟奥托的童年展开的地方。他们寝室的墙壁上装饰住中世纪传说中的场景，路德维希就在美丽的梦幻的王子与公主、龙和英雄的传奇故事中长大。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得王子长成一位充满梦想和创意的人。他对美丽的建筑和中古骑士的神话充满了热情与向往。路德维希二世甚至认为自己是最后幸存的骑士之一。年轻的路德维希更认为自己是中世纪统治该地区的10万高骑士的后裔。他享受着这个天鹅骑士王国的自由和自然环境。天鹅是他最喜欢的动物，基督教纯洁的象征。这当然不是巧合。在旧天鹅堡上方的山头上，我们还可以找到激发未来君主想象力的古老城堡遗址。这样的情怀对路德维希的影响很大，他对中世纪骑士和传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梦想着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路德维希二世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于1864年3月突然去世，王子在他的父王驾崩之后继位，成为了国王。但他却对政治毫无兴趣，只觉得不再绑手绑脚，可以放手一展自己的理想蓝图了。父王过世之后，在无经济来源限制的路德维希二世开始了建造新天鹅堡的计划。这座城堡是他实现梦想之地，同时也是他精神上的避风港。他想建造的这座城堡，是一个可以让他远离现实世界和所有烦恼的地方。新天鹅堡建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谷中，这个地方被称为普福尔茨海姆湖区，拥有壮丽的自然风景和美丽的湖泊。这些景色自童年时期就深深地吸引了路德维希二世，当然也是他兴建理想城堡的最佳地点。1869年，新天鹅堡的建造工程正式开始。路德维希二世对这座城堡的设计有着非常清楚而具体的要求，他希望它能够展现出中古世纪的风格和浪漫主义的氛围，因此他邀请了名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尤尔根森来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尤尔根森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建筑师，他将路德维希二世的设计理念转化为了现实。新天鹅堡的设计中融合了许多不同的风格，包括哥德式、文艺复兴式和拜占庭式等等。路德维希二世更运用跨时代的科技，例如蒸汽机电力的帮助，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糅合了中古时期的各式优美建筑风格，架构成为这座震古烁今的城堡建筑。新天鹅堡内部装饰华丽，充满了神话和浪漫主义元素。这座城堡里有许多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主题和风格。例如，王座厅里的壁画是历代圣王的画像，象征君权神授的过往，却连个王座都没有。音乐厅装饰豪华，充满了音乐元素，而国王寝宫里则装饰了许多神话和浪漫主义元素。新天鹅堡的外观也非常壮观，它有一个巨大的塔楼，一个壮观的入口和一个宽阔的中央广场。入口上方有一个巨大的拱形门廊，门廊上面还有一个雕刻精美的浮雕。然而路德维希二世没有享受到常住在新天鹅堡里面的乐趣，他在工程完工之前去世了，他的死因至今仍然不明确。一些人认为他是自杀身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被谋杀的。无论死因如何，路德维希二世的死亡给整个巴伐利亚带来了震撼。新天鹅堡成为了巴伐利亚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它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堡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建筑之一。路德维希二世是一位充满梦想和创意的人，
他在建造新天鹅堡时展现了他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即使在他去世后，新天鹅堡仍然保持着它壮观和浪漫主义风格，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这座城堡是一个奇妙而神秘的地方，它见证了一个人对美丽和神话的追求，也见证了一段传奇般的历史。万般荣华皆有尽，空留虎皮照丹青。纵观整个新天鹅堡的设计与建造，充满了路德维希二世憧憬的神话和个人欲望。我们不禁想问，这是一座中世纪城堡还是现代建筑？这是一个浪费疯子的作品，还是一个从未被理解的天才的奇妙构想？这座城堡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悲惨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因此吸引了无数旅客的好奇之心。童话国王的传奇故事。沃尔特·迪士尼 （Walt Disney） 的著名童话城堡的灵感来源，在都为当地吸引了丰厚的观光财源。王子不但实现了自己怀忧思古的梦想，国王更因此为他的子民留下了庇荫。若罔论其功过，实在是有些多余了。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回有缘再见了。